武器数据库，正在申请数据下放权限。海加德武器系统数据下放权限通过。幻塔的拟态人物越出越多，你是否也很好奇，到底什么是拟态系统？那些在好友聊天里与你聊天的究竟是谁呢？拟态和本体之间又有什么联系？本期我们就来聊聊幻塔的拟态系统。下面上视频。お前の技とオイラの技が合わされば無敵になれるってこと。阿弥陀丸、人玉モード。行くぞ、超位合体。人玉が体の中に入ってく。覚悟は良いでござるか。这个片段是动漫《通灵王》。要想理解幻塔的拟态，就要知道拟态有几种形态。第一种形态，附身形态。按照小游民的介绍，拟态是把人物的记忆和战斗数据封装到模块里，然后执行者通过订购的方式获取模块，在战斗的时候就可以模拟出本体的外观和数据，应对复杂的战斗环境。这也是我们平时的战斗状态。很多人问我主角的实力如何，其实就和这个拟态系统有关。你用的拟态越厉害，主角越厉害，是不是很像游戏里玩家的现状呢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，是因为幻塔试图用游戏设定讲明白这个机制，所以附身战斗是最通用的设定，不管是 1.0 还是 2.0 的人物都适用。但是除此之外，拟态还有一种形态，是独立存在的实体形态，但考虑到游戏并没有体现出来，可以把它类比为通灵王里的双形态。一种是鬼火形态，这种形态小巧，易于携带，他们会跟着你一起行动，这也是为什么你会感觉拟态都像跟着你一样。可可利特会担心你受伤，梅丽尔想要在实战中变强。除了这种小型的形态，拟态还可以化为实体行动。西罗会邀请你去看海，修马会去海加德检查身体，克劳迪亚可以单独出去执行任务，艾哥会去找猎狗帮的麻烦。这说明他们是可以与主角一起并肩作战的，所以你才会发现拟态与玩家之间的互动就像我们结伴一起冒险一样。说明白了拟态的几种表现形态，我们再来谈谈拟态的由来。拟态是封装了本体的记忆、人格和战斗数据。在 1.0 的剧情里，角色或多或少都和海加德有些关系，就连弗利嘉也可能是海加德派出的内鬼拿到的数据。到了维拉以后，好在官方也没放弃设定，领业、爱丽丝和天狼是执行者，虽然所属不同，但第7区和第9区共享信息也不是不可能。星环是对拟态系统感兴趣，想要亲身评测这个系统。女仆暂时还没看出来，但从弗利嘉开始，拟态的封装就已经只需要数据，而不需要本体亲自到场录数据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只要有数据，谁都可能会成为拟态，所以后续的拟态由来也不用太惊讶了。拟态的数据由来谈完，再来说一下本体和拟态之间的关系。本体和拟态是两个独立的个体，本体有着本体的想法，拟态也有拟态的想法。他们的共同点是在封装数据之前的记忆和数据是一样的，但在封装之后不共通。比如你用的是领业的拟态，但是在封装之后，领业本体的实力又突飞猛进。这个时候，如果领业本体不更新数据，你的拟态也不会变强。但是同理，如果你把拟态锻炼得更强，本体也不会受影响变强。这同样体现在思维和想法上。比如封装之前，本体对你有好感，那你的拟态也会对你有好感，但是后续的发展可能会截然不同。如果本体对你从好感转为厌恶，你的拟态依旧不会受影响，对你依旧是好感。本体与拟态差异大的例子，像古兰的本体就完全不会战斗，但是拟态却可以。四风愿语也想要走和本体不同的路，这些都说明拟态的思想和本体是可以不同的。塞米尔会揣摩本体的想法，修马会想回忆起过去的事，弗利嘉会想象主角幻化成他与本体决斗。拟态的脑洞有时让人拍手称绝，但是你会发现这些现象在 2.0 以后出现的少了，和你聊天的人越来越像真人。天狼还会邀请你去生态研究所做客，但是有时候聊天又像一直陪着你的拟态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依旧是引用动漫解释，这次出场的是大家都熟悉的漩涡鸣人。鸣人的成名绝技是影分身之术，用查克拉做出自己的分身。和分身术不同的是，影分身也有自己的想法，更像是独立的个体。幻塔的拟态就类似鸣人和分身之间的关系。鸣人的影分身在初期基本都是辅助或者送人头，鸣人身为火影，无法兼顾家庭和国家，在小家和大家之间取舍不下，所以经常会用影分身来履行自己的责任，用来陪伴家人和处理公务。鸣人的影分身还有一个特点，当分身消除后，分身的精力和记忆都会回归到本体，这样本体也会感同身受。幻塔的分身自然不会消失，但和 1.0 不同， 2.0 的拟态与分身是能相互联系的，只要他们愿意，也可以互相之间进行交流。所以这种设定会模糊掉拟态与本体，和你聊天的上一秒可能还是拟态，下一秒就变成了本体。唯一确定的是，本体和拟态都是独立的存在，因为本体不可能一直陪着你冒险，而且按照拟态系统的设定，只要是封装数据，都会存在独立的个体。像梅丽尔、
你和你太打得火热，却发现本体对你依旧很冷，这说明你太和本体可能都没交流过。官方在 2.0 以后开始淡化你太的自主性，更多的对话像是和本体进行交流。好处是拉近玩家与本体的关系，坏处是破坏了你太该有的独立性。本来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太，另外，你太也是不会背叛你的。说白了，你太系统也是一种工具，让其拥有本体的记忆和人格属于附加价值。很多人玩到现在也不会去关心角色的剧情、角色的语音、角色的性格，只会关心武器强不强。这就很符合你太系统是工具的设定。狐狸家的本体明明是我们的敌人，但你太却不得不帮着我们杀害爱与制服。从这里也能看出来，玩家对你太有着绝对的掌控权。综上所述，不用再纠结对话是本体还是你太了，因为在 2.0 后，官方模糊了概念，不再像 1.0 那样出现本体和你太过于独立的现象。但也不要忘了，你队伍里的你太伙伴是独一无二的，他会陪着你一起冒险，一起作战，一起看风景，一起过副本，一起发呆，一起拍照。其实，在幻塔里，我们从不孤单。本期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ダメだ。阿弥陀丸。